抓紧时间把这些女囚全毒死，贼兵1个时辰内就到。全毒死，能不能不杀？不行，放了他们，最后也是被贼兵抓去当军粮。现在死时保留最后的体面，给你留了匹快马，办完事赶紧跑。当军粮，这100多个女人全是朝家的大户女眷，正值生育年龄，全杀了简直暴殄天物。贼兵秦宗全是吃人的恶魔，这陈州城待不下去了，我得带他们上景山，占山为王。都听着，秦宗全要来了！给我个痛快的吧！求求你放我们出去！出去？就凭你们的腿脚能跑过秦宗全的兵马？哭能把秦宗全哭走吗？本大爷留下来就是要救你们。大人，你此言当真？给你们2条路，要么我放们出去，生死由命；要么信得过我宋某人，跟我走，我带你们杀出一条生路。我等愿誓死追随宋大人。宋大人，全都去外面空地集合。宋大人，你为何不逃？当然是因为不怕了。为何不怕？因为仁者无敌。那大人打算怎么安置我们？先上景山躲躲，至少不能让你们沦为贼兵的口粮。大人，断不可如此。无双宁愿一死，也不愿成为大人的累赘。屁话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你们谁也不许轻言生死。都还在，算你们有脑子。我们信宋大人，大人让我们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。雪娥，你带几个人去仓库，找一些御寒衣物、炊具和绳索。吃的要拿吗，大人？吃食都别碰，都被下了毒的。看见刀、棍、锄头，能用的都拿上。我明白了，大人。宋大人还有弩，乱世保命用的。麦子、铁锅、绳索都挂马上。你不像个御典，那我像什么？倒像是个当领袖的。别想这么多了，先活下来，再夸我也不迟。出发，去景山。别掉队了，互相扶着走。宋大人，我们还要走多久？快了，走到景山就有活路。我快撑不住了。宋大人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都不许做！大人，我们真的没力气了。你们现在坐下，就再也起不来了。是我不好，拖累大家。少说废话。宋大人，不可！闭嘴，省点力气。谁还能走，就继续走。谁真倒下，我背一个，其他人扶一个。宋大人都没放弃，我们也不能停。都听他的，停下就是死。姐妹们，知道我为什么带你们来景山吗？因为山上有吃不完的野味。宋大人，现在大雪封山，哪来的野味？妇人之见。景山有冬眠的熊，有野猪，还有野兔。我带你们上山是去打猎过好日子的。山里真有吃的？废话，山上还有山洞，生火就暖和了。宋大人，我想吃肉。想吃肉就走，坐在雪里，肉可不会自己跑来。宋大人，我们上山，我还能走，走，跟着宋大人。宋大人，我可以下来走。真能走？能，不能再劳烦大人了。你很会骗人，这叫鼓舞士气。不得不说，这确实挺管用。这里就是景山。上了山，我们就安全了。这路真窄，窄了才好，哪怕敌人再多也上不来。别慌，都别乱！别慌，
都别乱！山下是秦宗权的人，山上就这一头老虎，我能对付他。都别乱，别把后背露给他。宋大人，我们听你的，别跑，都别跑！宋大人，这么远，射不中的。你有办法？把弩给我，再给我一把刀。你带姐妹们撤，我来对付他。就你？我骑了一路的马，也该为姐妹们做点事。与其让我当累赘，不如我保全大家。少扯淡了！现在不是讲妇人之仁的时候。就算我失败了，他吃了我，也就不吃大家了。不行，宋大人，危难之际，切不可优柔误事。我跑了，把你一个女人留下，那我成什么了？宋大人，严妹妹，我有一计可破此局。你有何计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厨房。你带这东西干什么？我想的是，万一被贼兵抓到，他们把我和肉一起炖了，我死了，他们也别想好活。你这脑子真够毒的。大人过奖，只是保命罢了。他吃了，真的吃了。都别转身，看着他，慢慢退。姐妹们，听宋大人的，别乱。毒发了，都往后退！死透了！宋大人，奴家用这张皮给你做件皮袄吧。你还真会过日子。肉有毒，不能碰。皮带上，继续走。宋大人，我们现在安全了吗？还不算，但过了这段路，贼兵就没那么容易追上来了。宋大人，山下怎么了？陈州守军逃了，又被贼兵半道劫了回来。那他们回城还能活吗？城里粮草不是烧了，就是下了毒，回去也只是赌场喘几口气罢了。你赌对了。你想多了，我们也只是暂时没事。宋大人，我们今晚住哪儿？先找避风的地方，先把火升起来，我手都再撑一会僵了儿。现在停下，前面的苦都白吃了。宋大人，你快看！宋大人，这些人不是刀兵杀的，那是谁干的？像是那头猛虎。那老虎刚才怎么没直接扑我们？他不饿，不饿。他更多是想把我们赶出地盘。这些遇难者也是上山避难的，多半和我们一样。那这些人怎么办？就这么摆着，不处理吗？不处理。秦宗权的人若上山，看见这里，至少知道山中有猛兽，他们就不敢贸然往前。此计甚妙。以后再发生什么事，别乱叫。你那一嗓子能吓退敌人吗？还是能召来天兵天将？敌人本来不知道你在这儿，你一叫，所有人都跟着倒霉。是，宋大人，我知错了。这山里竟还有这么大片平地，像个盆一样。这地方能种地，只要能活下来，就不是绝地。那边有东西。什么？像座庙。会不会有人？过去看看再说。都打起精神，前面要是真有落脚处，今晚就能活。是道观，里面怎么一点灯都没有？先进去看看。是道观，里面怎么一点灯都没有？先进去看看。
别乱跑，2个人一组，先看看有没有人。宋大人，这里像是刚没人不久，会不会是原主人逃难去了？不管他是逃了，还是另有原因，今晚这地方归咱们用了。这道观主人不简单，深山炼丹，倒像个高人。这些东西若用得好，能做手山的防身器器，比光靠滚木石石强。宋大人，吃饭了。来得正好。奴家就知道大人还在忙正事。胡张氏，今天你表现很好，我给你记头功。哎呦，宋大人，瞧您说的，这都是奴家该做的。宋大人，奴家愿意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继续努力，好好表现。今天能活下来，胡张氏有头功。毒虎那一下，救了咱们所有人。姐妹们，要我说呀，咱们就别出去了。不出去，出去也没活路，不如就在这儿种地打粮。咱们都年轻，每个人都给宋大人生养一个一男半女，这不就成一个大家族了吗？到时候咱们要粮有粮，要人有人，守住隘口，谁也别想欺负咱们。呸！不要脸的淫妇！你骂谁是淫妇？谁硬就是骂谁。我弄死你！别打了，都住手！不许碰我家小姐！别闹了！他先骂我的，是他说话不知羞。你再说一遍！够了！你们都吃饱撑着了是吗？都安静，听我说2句。大家能活着出来，已经不容易。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应该抱团取暖，不是相互拆台。有意见可以提，有想法可以说，但没必要出口伤人。宋大人，是我错了。你应该向胡张氏道歉。姐姐，妹妹错了。你们今天看见我对胡张氏亲近，是因为他确实立了功。若没有他那块毒肉，咱们110来口子，今晚不知道要折多少人。他不光是你们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咱们还有很多难关，每一个立功的姐妹，我都会另眼相看。但谁要背后拆台，算计同伴，破坏团结，我也会毫不客气，赶他下山。宋大人，其实我觉得胡张氏说的是对的。你说，既然这天地世道都容不下我们，而宋大人又救了我等，那我们理当知恩图报，做宋大人的女人。姐妹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我救你们是出于仁义，并非乘人之危，贪图你们美色。这怎么能叫乘人之危呢？哦，宋大人，我们不可能再出去了，这里就你一个男人，我们不嫁给你，嫁给谁？这里就你一个男人，我们不嫁给你，嫁给谁？嫁给山里的大狗熊吗？小桃这张嘴真是不饶人。倒也说的实在。宋大人，要不今晚你就从姐妹们当中挑一个？是啊，宋大人，不用不好意思，你是我们的主心骨，我们都听你的。100多个女人，挑谁都不合适，这事不能乱，得先立规矩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你们晚上要是想陪我，那也得先立功。立功？是的，先立功，
才有可能成为妻妾。那这么讲，胡张氏是不是已经是宋大人的夫人了？胡张氏只立了1次功，只是暂时领先你们，人人平等，都有机会。凡立功3次以上者为婢，可贴身伺候我；5次以上者为妾，立功10次以上者可为妻。妻就一个，先到先得。宋大人，那怎么才算立功？善于动脑和动手，为姐妹们做出重大贡献，就算立功。比如协助我击退强敌，协助我做好后勤，跟着我学习制造工器具，保护山头，肯吃苦，学得快，做得好，都算立功。多久评一次？1个月评一次。我先把话说在明处，我从不以色取人，高低胖瘦美丑，在我这儿一个样。我只看谁更加勤劳勇敢，勤劳勇敢的女人才是最美丽、最可爱的。宋大人，林姑娘，你说，倘若有一天官军杀了回来，重新占了陈州城，您会弃我们而去吗？不是我等犯妇非要逼宋大人纳了我们，而是家在哪儿，心就在哪儿。若我等能给宋大人养下一男半女，以宋大人之仁义，断然不会不管自己的妻儿。宋大人，后面怎么了？不是普通响动，身后出事了。都别乱，我去看看。我们也去。宋大人在哪儿，我们就在哪儿。都跟紧了，别乱跑。姐妹们，听宋大人的。这里就能看见山下。这道观选的位置还真刁钻，前过关山，后可关城。陈州城破了，刚才那声巨响是破城的声音。应该是，他们用火药破了城门。城里的人怎么办？今晚陈州城里面的百姓凶多吉少了。现在，我来回答你们刚才那个问题。贼兵若从蔡州由南向北进军，官军有计划撤出陈州，说明管州、虎牢、汴州还在朝廷手里。可眼下，贼兵是由北向南杀来，这说明北地已经出了大问题。宋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，秦宗权已经把管州、虎楼、汴州都占了？非也，这是一个群狼吃猪的局。若我没猜错，晋地河东藩镇已经南下，他们要和秦宗权一起瓜分中原。朝廷就像一头病入膏肓的肥猪，正在被藩镇们群起撕咬，大钱维持不了几天了。所以，我更不可能回去，更不可能去投哪个藩镇做官。山下就是修罗场，我和你们一样，也没有退路。宋大人，我听说河东藩镇的汪建锋凶名在外，最爱欺辱女子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以为大钱官军就好吗？乱世里，最先倒霉的永远是百姓和弱者。宋大人，眼下贼兵已占了陈州，他们明天会不会上山来？应该不会。陈州城里没有多少粮草，他们还要继续向西进军。眼下朝廷这个靶子还在，能替咱们吸引火力，所以咱们暂时安全。你们别垂头丧气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集聚力量，发展实力。就凭我们这些人，真能在乱世里活下去吗？放心，只要你们跟着我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纵然山下有千军万马，也杀不上来。真的吗，宋大人？那必须的。我既然把你们带上山，自然有满腹锦囊妙计。宋大人，我们相信你。宋大人，我们一定好好干活，我们都听你的。谁敢不听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
外面太冷了，先回大殿休息一晚。坑爹有没有？搞定5分，就不垃圾思密达。宋大人，他这是在说什么？我也没听明白。宋大人，他是肚子不舒服，又不敢出去行亲。哦，原来是这事。行了，别哭了。明天欧巴带你吃烤肉迪思密达。哎呀呀，宋大人，你厉害呀，还会说新罗语。少扯淡，我瞎咧咧的。走吧，欧巴带你出去。不走远，就在院门附近，我守着你。宋大人，要不要我陪着？不用，你们都留在店里，别乱走。别怕，我就在这儿。嗯。不是人，也不像熊，更像野猪。这体格子大得吓人。看不清是个什么东西，但这感觉不太对。这家伙要是扑过来，我手里这把弩未必挡得住。莫非这世上真有雪山怪物？莫非这世上真有雪山怪物？老完美，哪个奶手？语言不通真麻烦。好在这孩子机灵。阿帕，苦该莫哎哦。乖，你先回去，阿爸在这儿帮你们盯着点儿，不许跟屋里的人说看见了什么，好吗？躲在门缝里看，不如站出来让他看见我。我盯着他，他就不敢轻易闯进来。他在试探，那我就陪他耗。宋大人，你咋不回去睡觉呢？你回去睡吧，我不放心外面。那也该披件衣服呀。不好。宋大人，奴家和你一起守夜吧。回去。可是回去。目标不见了，才更麻烦。谁知道他绕到哪里去了？宋大人守了一夜，他一夜没睡。宋大人，别哭，道观周围暂时没危险。真狡猾。怎么了？脚印被抹乱了。这东西还会遮掩踪迹？看样子他还真会。宋大人，能看出是什么吗？看不出来，但肯定是个庞然大物。这是他留下的。应该是了。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这座景山还有别的邻居。宋大人，你看，那里好像还有人家。过去看看。会不会有危险？小心点儿，都跟在我后面，别乱进屋。这村子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下一家看看。东西都在，不像是逃难走的。逃难哪有不带粮的？家家都一样，人不见了，东西却没动。这下好了，咱们不愁吃了。你们快看，这里还有花魔！没坏，说明他们离开没多久。这村子里的人都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道观是空的，村子也是空的。这山上的人到底去哪儿了？不像被贼兵扫过，也不像被猛兽闯过。可一整座村子的人，不可能凭空消失。宋大人，你快出来看呀，山那边有情况。宋大人，你快看，山那边有情况。
那是啥？像是在蒸馒头。你是不是饿疯了？你家蒸馒头有那么大的锅？我明白了，这景山不是普通的山。宋大人，您怎么了？那里应该是火山温泉。火山温泉是什么东西？这座景山很可能是一座死火山，或者休眠火山。山势四周高，中间低，脚下这片地多半是火山灰堆出来的。那有什么用？能种地，而且是好地。宋大人，这地方真能养活人？能，有地热，有肥土，说不定还有矿藏和盐。盐？若真有盐，那咱们就捡到宝了。宋大人，您是不是舒服？不，我很舒服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爽过。别捣乱，每人拿点粮食，马上回道观。现在就走。道观里还有人留守，不能离开太久，动作快。有鸡蛋，这里还有盐吧？这下咱们真有活路了。都别抢，先听宋大人的安排。他们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。那个黑影若真想闯进来，一扇院门根本拦不住。炼丹房里的东西或许能做成火器，可消失太少，未必能解决那个怪物。宋大人，吃个鸡蛋吧。宋大人，来喝碗热汤。花魔，我给你烤熟了。你们快吃吧，我不饿。主动权在人家手里，他白天不现身，我晚上也得防着。这么耗下去，铁打的人也扛不住。该吃饭了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思考。说，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。副张氏，你也过来。哦。咱们三个开个会，你俩声音小点，别让姐妹们听见。好的，大人。出什么事了？昨晚我在院门外看见了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那东西很大，躲在树林里，不像人，也不像是普通野兽。他一直在看我们，但他没有立刻冲过来。他昨晚就在院外。对。后来呢？我把小乔送回大殿，自己上墙守了一夜。可他忽然不见了，他不像是正常离开，更像是故意避开我的视线。天亮后你去看过吗？看过，不过这东西狡猾得很，脚印全被抹乱了。我只找到了这个，给我看看。能看出是什么？不好说，我对野兽毛发了解不多。那你闻出了什么？硫磺味很重，会不会是妖怪啊？他还会自己抹脚印，简直成精了。那些村民会不会也是被他弄没的？别胡说八道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妖魔鬼怪，如果有，也是比妖魔鬼怪更坏的人。昨夜他不敢进来，肯定是有所忌惮。会不会是道观里有什么气味，让他不敢靠近？不像，他毛发上有硫磺味，说明他不怕这个味道。炼丹房在后院，前院又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倒觉得他像是在害怕你。害怕我？宋大人身上有什么能让他怕的？也许不是怕你这个人，是你身上带着什么东西。我身上除了这把弩，没什么厉害东西，可这把弩根本杀不死他。都别乱，谁也别往外冲。他来了！大家快往殿后跑！快走，别急，往后门跑！宋大人怎么办？别管我，跑！都往后退，别回头！怪不得他昨晚怕我，原来是忌惮我手里的弩。混蛋，看这里！宋大人，小心！完了，这一下挡不住了。什么东西？快让宋大人用力！小乔，别动！
你过来啊！胡说！胡说！我没事。你差点吓死我！宋大人，姐妹们有肉吃了。你立了天大的功。严姑娘太厉害了，刚才若不是她，我们都完了。还有小乔，安吉昆塞哦。小乔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安吉昆塞哦，他还没倒下，快小乔别动。快跑！都往殿后退！散开，别出声，也别靠近他。他看不见我们。别叫，别引他过来。他撑不了多久了。都别上前，等他自己倒下。他是不是不动了？别过去，再出来。这次是真的没事了。刚才太险了，没想到他还有最后一口力气。幸好小乔提醒得快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不过你胆子也太大了。宋大人，这次虽然危险，可姐妹们也有肉吃了。这次多亏你了，这肉有够我们吃很久了。这么大的家伙，真像一座小山。他应该不是普通棕熊。他不冬眠，身上还有硫磺味，多半常在温泉或硫磺矿洞附近活动。所以他不缺暖和地方，也不缺吃的。可他吃的到底是什么？要想弄清楚，迟早得去山谷里看看。先不想这些，今天论功行赏，头功毫无争议是严无双的。等肉炖好了，最好的一份归严无双。应该的。严姑娘救了大家，严姑娘是我们的大恩人。还有小乔，阿帕，叽里咕噜。记住，他说什么？宋大人，小乔说打熊要打鼻子，熊的鼻子最敏感，打头没用，打鼻子才管用。小乔也立了大功，也必须论功行赏。阿帕，从今天起，我收你做女儿，以后你跟我姓宋，你聪明伶俐，就叫宋乔慧。阿爸，起来吧，以后有阿爸在。宋大人终于有家人了，这孩子有福气。宋大人，好奇怪啊！哪里奇怪？那头熊弄为何不吃山下农妇家里的牲畜，也不伤害院子里的马匹，偏偏专门冲进来伤害我们？我也在想这件事。宋大人有答案了？大概有了。宋大人，你快来看呀！这熊猫身上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？都别围太近，让我看看。宋大人，你快来看呀！怎么了？这熊猫身上怎么会有这些东西？都别围太近，让我看看。这是什么？难道他真的害过人？这是一头伤过人的熊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宋大人，野兽真会专门袭击人吗？会的。乱世里流民太多，山野猛兽也会变得更危险。从现在起，在山里不许单独行动，不许离开队伍，也不许随便进林子。宋大人，那道观里的人，还有村子里的人，是不是都遭了这头熊的毒手？很有可能，但具体怎么回事还不能确定。那这山里还有熊吗？毕竟野兽领地意识很强，这头熊死了以后，短时间内不会有新的熊出现。宋大人，您累了一天一夜了，现在熊帮已死，您吃点东西，好好休息吧。是啊，宋大人，我们姐妹们帮您盯着，您身体要是垮了，我们可就没活路了。我没事，趁着天亮，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我骑马出去看看那片冒白雾的地方到底怎么个事儿。不行，宋大人，我们不离开你，您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。阿爸，来踢踢我。我半个时辰内就回来。那也不行，
万一贼兵杀上来，我们怎么办？一起去吧，现在咱们可是一个团体。好，那就一起去。先吃饭，吃饱了再一起上路。宋大人，这里好像有东西，是一枚箭头。果然早就被人伤过，所以他才会怕弩，怕人再伤他另一只眼睛。宋大人，乔慧说她也要去。阿爸，你跟紧我，别乱跑。燕姑娘昨日救了大家，这匹马她坐得起，谁也别不服。她坐得起这匹马。这就是立功的分量。往后山上要立规矩，就得靠这种心腹。出发，去那片冒白雾的地方看看。那白雾好像越来越近了，真像有热锅在山里烧着。别光顾着看，脚下小心。多跟紧，别踩没见过的水坑。阿爸，热。是地气热，这里和外面不一样。前面多半就是温泉区。这石头好暖啊，这水也是热的，这地方也太神奇了，这水温正合适。要不你下去洗个澡呗？洗就洗，怕什么？反正以后都是宋大人的人了，还怕他看不成？你这小妮子，说话也不害臊。别乱，保持队形，继续向前。这里路滑，有些水塘纹温度很高，谁要是掉进去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的天哪！宋大人，你快看，前面那是啥？都停下，别靠太近。都停下，别靠太近。这山里竟然还有这么大的洞，像仙人住的地方。宋大人，这地方也太气派了，像是藏在山里的宫殿。这不是普通道观，这里才是景山真正的秘密。是来修这座仙宫？应该是。道观下面那些人家，多半就是给这里干活的人。他们应该是在赶工的时候出了事。会不会还有一头母熊？跟刚才那个是一对人？这里还有野兽吗？不会，熊不是群居动物，现在也不是他们该成队活动的季节。可是现在也不是他们该出来活动的季节，那头熊不照样没有冬眠？应该没有母熊吧？若真有，附近不会这么安静。都别乱猜了，一路上都没有再看到野兽的踪迹。你们在这里等我，我进去看一眼。宋大人，我们一起吧。对，我们不分开。你一个人进去，我们更担心。宋大人，你不要太小看我们了，我们不是累赘。经历了老虎和恶熊，我们已经不是没见识的弱女子了。我们也是你的兵，我们手里有刀，有枪，也可以跟野兽斗。我们也要保护宋大人。行，那就一起进去，但都听我指挥，不许乱跑。这是那熊留下的，看痕迹，多半是。都别碰，先绕过去。人和熊都在这里拼过命，这里确实经历过一场乱战。这里不像是个工地，倒像有人住过。这里已经住人了。这里应该还有女眷，原来的道观是夏天住的。应该是的。这里温暖，应该是冬天住的地方。这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暖。景山原主人是真会享受。小心点儿，先看里面有没有危险。我的天，这么多钱，这里到底住的是什么人？别过去，先站在门口。宋大人，
那是不是一大两小？原来如此，难道昨天那头熊是来报仇的？也许这个溶洞原本就是他们一家住的地方，后来有人闯进来占了这里，所以他才会冲进道观。很有可能是把我们当成仇人了。人和野兽在这地方都没赢，最后反倒让咱们捡了漏。这里有粮，还有这么多干肉。这缸里是什么？啊，蜂蜜！这么多蜂蜜，得吃到什么时候？难怪那头熊不缺吃的，这里暖，疯子也愿意在这里筑巢。这鱼怎么没有眼睛？看着怪吓人的。洞穴里的鱼常年不见光，有些就是这样。蜂蜜、鱼、温泉、暖洞，难怪那熊不冬眠。宋大人，这地方真能养活我们？不只是养活，若经营的好，这里就是咱们真正的根基。都小心些，别乱翻危险的东西。宋大人，你看这是啥？哪儿找到的？后面的那个箱子里，我翻了好久才发现的。这是……怎么了？这不是一般印绶，至少也是王侯级别。宋大人，上面写了什么？宋大人，我这也算立功了吧？算，而且是大功。宋大人，上面写了什么？这是一道圣旨。我就说这东西不简单。这枚金印也不是普通官员能用的，王侯之物，至少是王侯级别。宋大人，那我这功劳不小吧？先让我看完。宋大人，你看，这里写着送往里程。送往里程，这不是普通封赏，这是让王爷离京之国的诏书。所谓之国，就是把皇子送去封地，非诏不得任京，也不得随意离开属地。明面上是封王，实际上就是远离权力中心。宋大人，这个宋王是不是很厉害？厉害不厉害不好说，但他身份可是高的吓人。这是宋王的麒麟金印，还有皇帝的封山诏书。你看过这诏书了？当然了，我又不是不认识字。你知道这个宋王是什么人？我爹跟我讲过，这个宋王是昭宗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。他从小体弱多病，生性孤僻，不爱与人社交，所以这也是他能活下来的原因。对，他醉心道家，没有参与权力争斗，所以当初熹宗才没有害他。这林若若不愧是官宦人家的女儿，不但识字，还知道不少朝廷内情。这么大一个王爷，藏在景山里，陈州的人居然都不知道。他不爱社交，陈州官府自然也不敢乱讲，谁敢扰了王爷清静？那这座仙宫就是宋王修的？应该是，山下村民供养他，也替他修这座仙宫。宋大人，我有一个想法。你说。这个宋王，天下人只知道有这么一位，可真正见过他的人却是极少。如今这里的人多半都不在了，宋王现在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。所以呢？大人如今金印在手，年龄又与宋王相仿，为何不由你来替代他，当这个宋王？你让宋大人当王爷？如今天下大乱，贼兵四起，有志之士报国难朝。倘若大人能竖起宋王大旗，号召天下忠义之士跟随您重塑大前乾坤，一定会有无数人响应。这丫头好大的野心，不愧是林大人的女儿。大人年富力强，有才有德，仁义无双，怎么不强过京师里的那个小皇帝？名义有用，但也会招来不少麻烦。不错，用宋王以招兵买马，确实能聚拢一些人，可也会引来藩镇注意。那大人以后岂不是能当王爷了？不只是王爷，倘若有一日大人能够问鼎九五，执掌乾坤，那我等姐妹不也都成了后宫的娘娘吗？我们不该再叫你大人了，该叫你王驾千岁，宋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岁。林姑娘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！他不是开玩笑。快起来，若若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大家都是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，以后不许动不动就磕头。谁当你的姐妹啊？我又不姓宋。
那你想当什么？我要当娘娘。姐妹们，你们把手里的活都先停一停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若若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这林姑娘是真敢想啊！唉，她不是敢想，她是敢叫出声来。阿爸，快来，快来！又怎么了？阿爸，那里有情况。阿爹，快来，快来！慧慧，咋了？梁山多。你是说发现了很多粮？先收好，别让林若若拿去乱喊。明白，大人。你拿锤子就是为了这个？阿爸，开！这么多粮！阿爸，开！好，打开看看。这可不是简单的几袋粮，这是能养活一支军队的粮仓。粮多，何止是多，这是宋王给自己留下的命根子。洞口小，里面大，通风防潮，位置还高，这地方天生就是藏粮的仓城。好弩，这可不是民间粗糙的东西，工艺比我那把破弩强太多了。你想要？阿爸，拿着吧，不过没我教你，不许乱碰气泡。阿爹，好。这孩子有射击的天赋，以后教他用弩，或许真能派上大用。这么多粮，还能说是多年积来，可这么多精良弩机，绝不是山里几个人能造出来的。宋王在山外，必定还有买卖往来。若我真冒充这个宋王，迟早会碰上认识他的人。宋大人，宋大人，你在这里吗？我在呢。宋大人，这里是这座山原主人的武器库。宋大人，刚刚我们在仙宫2楼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还活着的人。活人？那还是个女的，看着挺有身份的样子。他说什么了没有？没有，不过她好像快不行了，而且神志不清，一直在说胡话。慧慧，跟紧我。宋大人，我刚才听林若若说了。他又说什么了？他说这座山的原主人是大前的宋王殿下，还说宋王已不在了，金印在你手里，他让我们以后叫你宋王殿下。别听他乱讲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可姐妹们都听进去了。现在先别管这个，先去看那个女人。林若若这一喊，倒是喊出麻烦来了。大人，你回来了。人在楼上，气息很弱，但还活着。带我去。这穿着不像是普通侍女，多半是宋王身边极亲近的人。我们是在柜子里面发现她的，发现的时候她已经快没力气了，她看不见。姑娘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宋王来了。你别！殿下，你已经成仙了吗？带臣妾走好吗？臣妾不想留在这儿。我不是宋王。姑娘，你别害怕，我们本是山下之人，只因躲避战乱才来到这里。山里的猛虎恶熊已经被我们除掉了，我们也是无意间发现这座宫殿，才知道这里是宋王府邸。这里发生的事，我们都看到了。你放心，你现在安全了。他不是完全疯了，应该只是受了太大刺激。胡大姐，你留下照看他，先给他弄点吃的，让他好好歇着。姑娘，别怕，我们不害你。小莲、翠喜，你们也留下忙，别问太多，先让他吃点东西。姑娘，先喝点粥吧。他现在问不出什么。我知道，让他活下来再说。都别挤在这里了，都别坐，下楼到1楼正堂，我有话要说。拜见宋王殿下。谁让你们这么喊的？金印和诏书都在大人手里，如今这景山就该由大人做主称王。做主可以，但是称王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不靠宋王明放招兵买马，我们拿什么守住这座山？金印诏书都在我们手里，大人若不接下宋王名号，难道等别人知道后再来抢？都起来吧，我让你们下来开会，不是让你们给我下跪的。若若找到金印和诏书，这件事给他记一功，但你们记住，一个王爷的名后下不住乱世里的人。咱们没有兵马，就打宋王旗号，只会先把藩镇招来，这面旗不能一开始就亮。不打宋王名号，谁会来投？就靠我们这些女人守不住这座宝山。所以要招人，要练兵，要守山。
但不能急着称王。大人姓宋，如何当不得宋王？对外低调些，不说自己是大前宋王便是。小姐说的对，有权不使，过期作废。话糙理不糙，有权不用，白白浪费。光占着这座山头也没什么大出息。等咱们人马多了，占了陈州城，再一点点做大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陈州三面临江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只恨那李思昌窃占七城，害苦满城百姓，也害我林家落到今日地步。殿下，若有一日擒得此贼，请把他交给我，我要让他偿还林家血债。若真有那一天，我一定把他交给你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们别再喊我殿下，我还是喜欢你们喊我宋大人。那怎么行？那不乱了规矩吗？规矩是给外面的人看的，你们自然不算。咱们自己人别搞得这么生分。在这里，你们还叫我宋大人。宋大人这么说，我们心里倒踏实些。我的想法就8个字：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藩镇都没急着称王，我们实力最弱，先跳出去就是自找麻烦。先藏锋，后取势。对，先活下来，再谈以后。安置遇难者时，有没有发现宋王踪迹？没有，那些人身份混杂，一时分不清谁是谁。没看出来哪个像王爷。没有宋王的踪迹，难道他不在山中？这件事先放一放。慧慧带我去山上，发现了粮仓和武器库，还有粮，有兵器，很多。一会儿挑10个人去取弩箭，今晚开始轮流守夜，防野兽也防外人。另外，找一把结实锁头，走的时候把仓洞重新锁上。我来安排人。好。宋大人，我们今晚就在这里住吗？这里之前出了那么多事，那你回陈州城里住，那里更乱。行了，害怕正常。眼下生存是第一位，这里有粮、有水、有墙、有屋，比外面安全。等以后发展起来了，在景山之上，我给你们每人修一座漂亮宅子。光有宅子有什么用啊？怎么了？大人，你那个规矩是不是该改一改了？什么规矩？立功3次才能贴身侍奉你，立功5次才能做你的小妾。这100多个女人呢，轮到我们立功5次，得等到猴年马月。我们不会武功，也没那么多立功机会。是啊，宋大人，改改吧，不然等轮到我们都老了。宋大人，我倒有个主意。你说。不要什么多次考核的流程了，但凡立功1次，就能获得1次嘉奖机会。下次再想获得嘉奖，就再立功，这样大家立功的积极性会更高。这个主意好啊，这样我们也有盼头。宋大人，就改成这样吧，这样公平些，大家都有盼头。是啊，宋大人，我们也想立功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们也能帮上忙，总不能全让会武功的人占便宜啊。这话倒也不算错。粮仓、武器库、宋王金印还没理清，他们居然又开始缠我身子了。宋大人，好不好嘛？你就点个头吧，我们保证好好立功。宋大人，莫非你是嫌弃我们不好看？大人不是说过不在意外表吗？别胡说，你们不丑，我在琢磨规矩。那大人是同意柳姨娘的提议啦？严无双刚立了大功，可他还有伤，未必真愿意。严姑娘，你也说句话呀。大人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听就是了。宋大人，你可不能违了大家心意。大人，我们也想有个盼头，总不能等到头发都白了。主意是好主意，但有一个问题，就算大家以后都能轮上，那谁是妻，谁是妾？这还不简单，谁功劳多，谁就是妻。那以后小妾功劳超过妻子呢？妻位可不是今天换明天换的。你这么麻烦，你先立个功再说吧。我说的是以后会出麻烦。你就是故意坏事。行了，这个事儿让我再考虑考虑。我昨晚一夜没睡，这会儿脑袋疼。风真仪，你就是坏我的好事。这事儿不问清楚，以后才都是麻烦。够了，原来的规矩确实有些苛刻，立1次功就可以当贴身丫鬟。至于妻和妾的标准，等我想清楚再定。林若若在。今晚你来给我洗脚。真的？真的。冯真仪，把房间分一下，一定要公平。遵命，大人。然后去取武器，再挑10个人守夜。我明白。一个给甜头，一个给事情做，先把这口气压下去。宋大人，水烧好了。你要烫死我啊！宋大人，对不起，我给烧过头了，我这就去换。不用，再弄点凉水来。
以前也是使奴浣碧的大小姐，让她干这种粗活，确实为难她了。以后不用烧水，直接从温泉舀热水就行。那不一样，奴家要亲自给大人烧。你差点把我烫熟了。下次不会了。宋大人，奴家伺候的还行不？可以。你这是又干什么？宋大人，你就收了我吧。我看出来了，你喜欢严姑娘，我支持她当你的妻子，我做你的妾就行，你就收了我好吗？我不争风吃醋。若若，有些话我可以明着告诉你。宋大人，听我说完。你的见识和眼光不同于寻常女子，我身边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，但是你以后要低调一点，别动不动就和姐妹争。你看看严姑娘，什么时候不是面沉似水，稳如泰山？哪有你这样毛毛躁躁的娘娘？宋大人，我错了，我只是怕你看不上我。胡说！你这么聪明可爱，我怎么会看不上你？宋大人，那今晚我能留下来吗？今晚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太累了，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粮仓武器库金印刚到手，贼兵也可能上山。眼下最要紧的是站稳脚跟。哦，听话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那我不睡你这张床，我睡那边也行。你夜里不能没人伺候呀。若若，不是我不想留你，今晚留下就坏了刚定的规矩。可奴家只是想伺候你。我知道，所以你更不能急。你已经立了功，我心里有你的位置。你不许骗我。不骗你，乖，去吧，林娘。那奴家明早给你送早点。好。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。粮仓、武器库、金印，还有贼兵，哪一件都没理清。不管了，先睡饱再说。这么早，外面闹什么呢？柳春桃，你坏死了！谁让你刚才先泼我？这水是真舒服，昨夜那一身酸疼都快散了。这里比道观暖和多了。宋大人醒了。宋大人，要不要下来一起泡？这水可好了。宋大人，你别害羞嘛。你们泡吧，别闹得太过。宋大人，早点给您送来了。进来吧。这么丰盛。宋大人昨晚累坏了，当然要吃好些。宋大人，下来一起泡呀！宋大人，这温泉真的舒服。你们别喊了，再喊林姑娘要吃醋了。呸！不知羞。昨晚跟你说的话又忘了，不要老训斥姐妹们，她们辛苦，泡温泉放松一下，没什么不好。他们哪里是在放松？他们是在勾引你。哎呀，对了，怎么了？宋大人，你一会儿快去看看严姑娘吧。严无双怎么了？她腿上的毒疮太厉害，照看她的人说情况很不好。他们说严姑娘的左腿可能保不住了。什么叫很不好？带我去。冯真一怎么说？她腿伤里积了太多毒脓，怕是毒已经入骨了。先带我去看。不用多礼。他的腿怎么样了？老李被毒蚊叮咬后一直没处理，毒疮已经很深了。腿能保住吗？排不干净就麻烦了，若发热不退，恐怕难说。宋大人，不必替我担心，这条腿不治也罢。胡闹！若成了废人，我还如何跟着大人？谁说你会废？毒疮要排干净，不能只挑表面。我来帮你。按住他，别让他乱动。宋大人，你想做什么？
宋大人，不可如此。这是我的山，你是我的人，你的腿不能废。你让我以后如何报答？以后再说，现在先把命保住。冯姑娘，这次给你记一功。谢宋大人。你们2个轮班照看严姑娘，若伺候得好，也给你们记功。真的，我们也有机会。有，好好干活。宋大人，山下出事了。发生什么事？陈州城里又打起来了，有人正在攻打秦宗权的部队。哪支队伍在攻打陈州？能看出来吗？远远看见帅旗上好像有一个杨字。杨字，莫非是中武军节度使杨继？你杨继？杨叔叔跟我父亲私交甚苦，李思昌就是拿他诬陷我父亲谋反。宋大人，杨叔叔和别的藩镇不一样，他是真的忠君爱国。忠不忠，不能只听别人说。你再去打探，有动静马上来报。是。宋大人，这是仙宫里的初步账目。你这一早上把这些都记下了？只是仙宫里的，山上从处还没来得及细查。冯姑娘，你还会理财记账？以前冯府支出用度都是我家小姐管的，小姐还精于术数，连日食月食都能算。懂医术，会记账，还能调度人手，本事不小。大人谬赞了。这实打实的本事，你做得很好，再给你记一功。谢宋大人。小姐现在有2功了，冯姐姐，恭喜了。同喜。若真是你杨叔叔的大军，也有你立功的时候。毒疮已经消下去一些，若后面不发热，应该能挺过去。很好，每隔一段时间查看一次，别再记起来。我明白。宋大人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那支杨家军上山来了。来了多少人？最起码1、2千人，密密麻麻，正往景山这边来。1、2千人。宋大人，我去跟杨叔叔的人说，他一定会保护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先弄清楚他们上山干什么。宋大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杨叔叔是好人，我们拿上金印和诏书去跟他说清楚。先不说这到底是不是杨继的人，就算是，他现在什么心思也不好说。朝廷把缺德事做事做绝了，他还认不认大钱都未必。大人，若若姑娘所言未必全错，家父也提过杨继，对他的人品颇为认可。我不知朝中事，但没听过杨继治下有贪官害民之事。好，那就去见一见。但先说清楚，不能全信，也不能不防。我去拿金印和诏书。你这是从哪儿找出来的？2楼柜子里。大人不能穿御典衣服去见他们，一眼就会露馅儿。也对。像，太像了。这样去，至少能镇住他们一时。你跟我去，但到了地方，别乱说话。我知道。走，去一线天。他们不是来攻山的。那是来做什么？伐木。他们要在景山取木，做工程机械。谁让你们过来的？冯姑娘安排我们巡山，她说一线坑最要紧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放箭。
敢闯宋王封地！这丫头，什么宋王？没听说过。你们是谁的部队？小娘子倒是俊，下来陪我们说说啊。再往前一步，试试。你又是谁？我先问你，你们是谁的部下？中武节度使杨大人的兵。殿下，我没说错吧？真是杨叔叔的人。殿下，宋王，朝廷害了咱们杨大人的家眷，今日正好拿这个王爷祭旗。上！谁放的箭？杀上去！坏了！杀上去！坏了！哈哈哈哈！本王山中狩猎，还没猎过活人。今日天气不错，就陪你们玩玩。他怎么一点也不慌？都给我稳住！后面还有人，听着不止一两个。你们急什么？本王说了，靠近了再射。真是一群蠢货！这可是王爷，身边能没人吗？山岩后面好像全是弩手，他敢露面，心里肯定有底。殿下，不要伤害他们，他们都是我杨叔叔的军队。李将军、王将军，都先别动手，这是误会。王家千岁饶命，我们并无冒犯之意啊，只是上山伐树，讨伐陈州恶贼。王家千岁，且息雷霆之怒。上山伐木是杨将军的命令，我等不知这是王家封地。上山伐木不是不可以，你们伐罪吊民，本王并非不通情切，不过要杨老将军亲自来见孤。本王自封国于此，久不问朝中事。听闻杨将军家小被害，孤亦痛心，唤他前来，只为问清旧事。末将这就回去禀报杨将军。殿下，让我去跟杨叔叔说吧，他最疼我。你一个人下去，太危险。没事的，有我这层关系，杨叔叔更容易相信殿下。好吧，爱妃若去，也能是本王之诚意。请娘娘随末将下山。殿下放心，我一定把杨叔叔请来。拿着，只给杨继看，不能给别人碰。我记住了。但愿他说的关系是真的，也但愿这只是谈判，不是送他入虎口。两人一组，藏到山石后面，没宋大人的命令，谁也不许乱射。来得正好。一线天不能失，我把能用弩的人都带来了。去了这么久，还没回来。若琳妹妹真出了事，下面早就攻上来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守住这里。我知道，可他毕竟一个人下去了。再等一刻，一刻后还没消息，就派人去探。宋大人，陈州城外已经空了，杨继带着军队全朝锦山来了。看清楚了，城外兵都动了，队伍全往这边压了过来。他们是来见大人，还是来攻山的？现在还说不准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守住位置，没我的命令不许放箭。都听见了，稳住，别乱动。林若若还没回来，杨继却带兵上来了。他们像是要连夜攻山。林若若还没回来。所有人听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乱射。今晚守住一线天。宋大人，他们好像要攻山呀，这可咋办呀？咱们这点人挡不住呀。弩箭也不够啊，下面最起码好几万人呢。别慌，天塌不下来，放心吧，没事的。他们真要夜里攻山，不可能点这么多火把。夜里动兵最怕暴露位置。大人是说他们不是来攻山的？他们人手一支火把，是怕我们看不见靶子吗？这鼓声好像也不像冲杀的鼓。不错，鼓点不急，倒像是在摆阵势里。宋大人快看，是若若！天哪，林大小姐真把杨老将军请来了，就他们两个人，
连护卫都不带。看来杨老将军是带着诚意来的。姑娘们，马上回去准备晚宴，要最丰盛的。大人，我留下来吧，你身边不能没有人。没事，有慧慧陪着我。况且杨将军身边也只有若若。冯姑娘，你回去指挥他们，筵席礼仪上可不能闹笑话。是，大人。冯姑娘，今晚你来伺候我吧。慧慧，你留在这里藏好。看着山下，有事立刻来报。殿下，杨叔叔来了。殿下千岁千岁千岁！老将军，快快请起。殿下，老臣不知此山是殿下封地，多有冒犯，还望殿下见谅。老将军不必如此。老将军辛苦了。老将军，我们家对不起你啊。殿下，老臣心里苦啊。自熹宗时，主上昏庸无道，重用阉人，亲小人而远贤臣，以致朝纲失序。本王深知老将军的冤屈。父皇常说，杨家世代忠良，乃国之柱柱。殿下还记得杨家，老臣死也无憾了。今日老将军肯只身上山，本王记在心里。若能与忠义之师联手，陈州百姓还有一线生机。父王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陈州、兵处、骑马，好多。杨老将军，秦宗权趁你移兵山下，立足未稳，想要偷袭。老夫已料到他会如此，早有准备。殿下，那秦宗权懂妖法，杨叔叔的军队在城下讨不到便宜，这才据山而守，引敌前来，准备与之夜战。什么妖法？此贼手里有一种叫鬼离灵的邪物。鬼离灵，此为何物？用死人骨灰做的邪物。殿下随老臣来看。殿下看那边，那便是鬼阳戟，射入军阵，火焰难灭，烟气有毒。殿下，就是这个，杨叔叔的军队在城下，就是被他逼得无法靠近。这不是妖法，这是火器。我们在苗粮草。粮草，我军人数占优，只可惜敌军的妖法太厉害呀！秦宗权是要趁你们立足未稳，先毁粮草。要是我们也能制造出鬼奇力，就不怕他了。丫头，休要胡言！如此丧尽天良之物，用之必遭天谴。哎，老将军，这俗话说得好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他有鬼气力，咱们亦能做出神迹力，威力比他的要大。殿下，此话当真？老将军难道没听说过，本王这些年一直在钻营道法吗？早有耳闻，宋王殿下自幼过爱修道成仙之术，只是老臣不知殿下竟在景山修炼。殿下，神千术真能破秦宗权的鬼家书？不但能破，还能1粒粮食变10粒粮，10粒粮变100粒粮。殿下，此话当真？老臣不是怀疑殿下，只是这神千山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？寡人的龙尿。龙尿？对，龙子龙孙的尿有真命天子的灵魄，能驾驭百姓之魂，压住他的鬼火。若真能破此邪物，陈州百姓就有救了。传令，让后队护住粮草，先稳住阵脚。报！说，将军，不好了，李忠反了！杨叔叔，李忠是谁？老夫麾下的副将，
偏偏这个时候反，这小子是要搞事情啊！将军，不好了，李忠反了！这李忠是谁？是老臣手下的防御使，也是我的女婿。大人，小姐她……小姐怎么了？说呀！小姐她被李忠给杀了！杨叔叔，老将军，杨叔叔，你醒醒啊！李忠，你个混蛋！我与你不共戴天，还我女儿！老将军节哀，想替令爱报仇，咱们首先要保存实力，让军队立刻上山，不要再和秦宗权纠缠。殿下，老臣的许州没了，还能夺回来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只要老将军相信本王，本王一定帮你夺回来。传令下去，军队立刻上山。得令。他们全挤在山道上，秦宗权若再用鬼力引，就麻烦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他们为何停了？他不是不想打，是手里的鬼癌一步多了。啊，殿下，你的意思是？那他们堵山口做什么？当然是困死我们，等山上粮尽，再上山收尸。若他们不再用妖火，现在冲下去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军心已经散了，没必要把兵耗在山口。传令，全军立刻上山！将军，清点过了，上山的只剩3万余人，7万人人马，只剩3万，能留下3万，已经说明老将军平日治军有方，让他们守在山口处安营，不许往景山深处乱走，更不许叨扰宋王寝宫禁地。传令，全军在山口扎营，敢擅入禁地者，军法处置。得令。将军，军粮只够2日，后续是粮道也断了。2日够了。殿下，2日之内，本王帮老将军拿下陈州。殿下说能做到，就一定能做到。老臣信殿下。殿下，我等本是一心效忠朝廷的臣子，无奈主上昏庸，宠信宦官，残害忠良。我等愿誓死追随殿下，再造乾坤，重塑大秦。愿追随宋王殿下，复兴前世，还天下太平。诸位先起来，现在还不是喊口号的时候。许州未复，陈州未下，山下还有秦宗权，要重塑大秦，先活过今晚。报！讲。报告杨将军，河东藩镇汪建锋南下，正率5万大军支援秦宗权。另外什么？李忠也派了3万军队朝陈州方向来了。报！汪建锋部在景山西50里扎营，明日5时前可到。李忠部星夜行军，明早就能到山下。敌军现在离我们多远？汪建锋还在50令外，李忠最快明早到。将军，
趁咱们现在居高临下，杀下去还有机会。山下贼兵不过2万，等他们合兵，就真突不出去了。粮草有限，拖不起啊！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以攻代守，尚有生路。先问杨继，不问我。看来我这个空降的王爷，威信还不够啊！慌什么？本王都不慌，你们慌什么？王爷还在山上，想必还有后手。对，殿下既然不慌，咱们急什么？杨老将军，派500弓弩手守住隘口，其余兵士架营帐，生火造饭，吃饱喝足，好好睡一夜。得令。等明日，本王把神在子造出来，让山下那些贼人也尝尝厉害。可粮草，3万人在山上，这一天一天耗下去。是啊，粮草不用你们老惦记，3万人而已，多加几双筷子的事。若粮草能跟上，下面别说10万人，100万也攻不上来。最窄处不足1丈，他们敢上来就是活靶子。殿下有粮又有神借血，这回贼兵怕是要变山鸡了。行了，各自回营歇息。杨老将军留下。李忠杀了你女儿，控制徐州，这件事不能只看表面。你手下那些部将的家眷呢？若李忠明毛把他们的老婆孩子押到阵前，逼他们反你呢？不反就杀妻小，反了就能活命。到时候有人喊一句不想死老婆孩子的，跟我反了杨继下山，你怎么办？老夫原本辖地在同州，手下将士多是关中人，在徐州婚配者不算太多，但确实有一部分家眷还在城中。那就够了。今夜把可靠的人安装到这些部将身边，明早李忠一到，若真有人被家眷拿捏，敢乱军心，先拿下。只要部将不乱，底下士兵便乱不起来。还是王爷考虑的周全。老夫已被丧女之痛乱了方寸。另外，把你们的5经方略拿来给我看看。这哪是火药配方？不知道的还以为老中医把药方丢这儿了。这些乱七八糟的零碎全剔了。神记里只留3样：硝石、木炭、硫磺，比例75、15、10。这个恐有不妥吧？硝性至阴，硫性至阳，两情逼合，方有神辉。如今阴盛阳衰，岂不是坏了乾坤造化之道？不打紧，到时候滴上几滴至阳之物就行。至阳之物，龙尿。龙尿？孤王的尿。老夫明白了。跟老迷信讲化学，还是得换个说法。陶罐里再加铁片，明日这神机林威力不会比秦宗权的鬼机林差。王爷还要练林？要练，不光是为了炸给贼人看，以后陈州的地也用得上。派人回去跟冯姑娘说一声，本王今晚睡大帐。是，殿下。什么情况？殿下，山道上出事了，李忠内送到了。他带了多少兵？他还带着杨小姐。李忠把杨小姐押到山道上，逼老将军投降，还说若不降就杀了小姐。杨小姐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属下也不清楚，怕是探子情报有误。杨继，想让你女儿活，就下山投降。杨继，想让你女儿活，就下山投降。他娘的！我防着将士别家人要挟兵变，没想到李忠却拿杨小姐来逼迫蒋继。哪个是李忠？殿下，就是那个骑白马的。那他旁边骑马的姑娘，就是小姐了。对。
父老泰山，孩儿并无造反之意，只要岳父大人交出兵权，我们依旧是一家人，父慈子孝，和和美美。大人，万不可听他的。李忠这厮狼子野心，倘若听了他的，他定然不会留老将军活路。他已经把事做绝了，现在说一家人，不过是想骗开山口。娘，儿啊，救救娘，救救虎子！救救虎子！李忠，你要敢动我娘，我把你碎剁万段！诸位将士，我并非为难你们，只要劝动我的岳父放下武器，交出兵权，咱们还是好兄弟，你们也可以阖家团圆。并非是我要反我的岳父，实在是他想攻打我的义兄秦将军，徒增伤亡。秦将军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这个腐朽的朝廷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的家人惨死在朝廷手里？咱们又何必自相残杀？两败俱伤，朝廷再派兵清剿，唇亡齿寒的道理，你们应该懂吧？兄弟们，我听说山上还有一个宋王，那不过是朝廷余孽而已，不值得你们为他卖命。尤其是关中的兄弟们，想想你们的父母妻儿都是怎么被朝廷祸害的。大家不要听他的鬼话，秦宗权是吃人的魔王，汪建锋一天要吃一个女人的肝，跟这两种人结拜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吕亚楼，你的家人不在下面是吧？是，我的家人都被阉党杀光了，我也恨朝廷。可朝廷是老虎，他们也是狼，不能因为狼跟老虎有仇，狼就是好东西。李忠在山下放毒，就是想让咱们自己乱起来。老将军，要不我们先诈降吧？对啊，老将军，我们还是听你的。你们真是群蠢猪！你当真以为他会留老将军的命？你们能想到的，李忠能想不到吗？诈降！弟兄们，我来说两句。人之至情，父母妻慈而已。我理解大家的心情。愿意下山的，我们不留；不愿意下山的，还信得过我的，我带大家推翻这个朝廷。朝廷也好，藩镇也罢，不能拿人不当人，更不能拿别人的肉当饭吃，那样与禽兽合一。殿下说的对，咱们要是下去了，哪天汪建锋要吃你老婆的肝，你是给还是不给？岳父大人想明白了，这就对了。他要射死自己的女儿，断了所有人的念想。他真下得去手，那可是他唯一的亲人。杨继，你个混球，你连你自己的女儿都杀呀！殿下，老臣已无牵挂，愿誓死效忠殿下，光复大前，重整河山。老将军，请起。原来这世上竟真的有这种忠臣。弟兄们，杨某不强求你们跟我一样舍弃父母妻儿，愿意下去团聚的，现在自行下山，我绝不阻拦。等一等，你们以为只要下去，你们的家眷就真有活路了？吕亚楼，你少大话欺人！我等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下去了，家人焉能没有活路？李忠要的可不是你们几个人，要的是整个山上的兵权。
你们单独下去屁用没有？到时候你们的家眷没了利用价值，反倒死得更快。你们不下去，李忠还会拿他们煽动军心，他们才有一线生机。弟兄们，杨继是个疯子，他连自己的闺女都杀，还能把你们当人看吗？这样的人，你们跟着他还有什么意义？殿下，李忠这张嘴太毒了，不能再让他煽动人心了，请殿下给军中下一道口令。殿下，就以老将军杀女报国为题，不能让李忠污了老将军的忠心。请殿下赐口令。取纸笔来。名在壮士籍，不得忠顾私。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？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名在壮士籍，不得忠顾私。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听着，你们是王师，是大前的正规军，不是反贼。京师那些狼心狗肺之辈才是真反贼。国家危难，正是尔等伐罪刁宾、除暴安阳之时。愿意跟随本王的，将来重整山河，武庙凌烟阁中少不了尔等之位。名在壮士籍，不得忠顾私。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？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杀！杀！全杀了！儿啊，不要忘记小时候娘教你的话，精忠报国，跟着宋王。不能再这么死下去了，得救他们！杀！杀了！全杀了！我们也不是孬种！你们想干什么？造反吗？去你的！你个混球！别杀我！我不投降！废物，都给我站起来！先救人，把绳子全解开！儿啊，妈还活着！杨大人，李忠已经伏诛。好啊！李忠被杀了！好啊！这个恶贼终于被除掉了。若刚才拦住杨继，杨小姐或许能活，可没有那一剑，军心也未必能行。先救人，再整军。王爷的一句口号胜过10万大军啊！山下将士临阵倒戈，正是感受到了王爷的天命龙气。吕阿鹏，下去招呼山下的将士们上山。末将领令命。翟将军先走，伤兵跟上。殿下，秦宗权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看来判断没错，他们没有弹药了，只是在等汪剑锋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慢些，别碰成了他。死伤家眷全部记下，尽快安抚，一个都不能漏。冲下山去，灭了秦宗权，灭了汪剑锋。殿下，我不明白，我军现在7、8万人，秦宗权算在城里的不过4万余人，山下营帐中的敌军不足2万，何不一鼓作气将他们消灭？难道还要等汪剑锋的部队跟他们会合吗？然也，就是要等他们会合。可是这，我不想让咱们的人再折损了，明白吗？你是不信任我的神情离，还是啥意思？没有没有。行了，等明天你就明白了。殿下，这外壳要烧到什么程度？越硬越好，炸开以后杀伤力才大，火候不能省。这东西明天要救命。殿下，这里的硝石纯得很，全部开采，硫磺也一并运回去。青山是座死火山，做神奇离的东西这里全有。殿下，不用白磷，威力会不会不够？这里的硝树和硫磺纯度够高，威力足够了。可白磷弹不是更厉害吗？白磷弹太没人性，这个口子不能在乱世里开。
殿下，第一批神清溪成了，还不够，数百颗还不够，最少要有几万颗，才能确保万无一失。时间，只要时间够，一切都好说。殿下，山下太安静了，像是在等什么。让探子盯紧，山下有任何动静，马上来报。殿下，秦宗权和汪建锋的人马撤了。撤了，往哪撤？陈州城，他们连营壮和辎重都不要了，连火把也没打。会不会是故意留下空营，引诱我军下山？不想诱敌，他们到底在怕什么？殿下，道观这边看得清楚，秦军和汪军确实全进城了，辎重城都不要，说明不是普通撤兵。殿下，要不要派人下去查看？去秦军营地刺探虚实，找个活口问清楚。秦宗权为什么突然撤兵？黄县长麾下40万大军攻打洛邑守井中计，说清楚。秦将军和汪将军全都退回城里了。殿下，黄仙朝攻打洛邑受挫，正率40万大军向陈州赶来。40万，连秦宗权和汪建锋都怕成这样。秦宗权和汪建锋不是逃跑，他们留下营地，是想把黄仙朝往景山引。黄仙朝攻打洛邑受挫，正率40万大军向陈州赶来。这就是黄仙朝的40万大军。看这架势，恐怕不止40万。黄仙朝攻打洛邑，各地官军都赶去救援，陈州这才空了下来。秦宗权趁机占了陈州，又找来汪建锋帮他守城。现在黄仙朝没打下洛邑，又掉头杀回来了。秦宗权提前退回城里，还故意把营帐和辎重留在山下，就是想让黄仙朝注意景山。秦宗权想借黄仙超的手除掉我们。陈州城就在旁边，黄仙昌为什么偏偏盯着景山？黄仙昌一定得到了什么消息。殿下，贼兵已经冲进山道了。传令全军守住一线天，准备神奇力。升！王爷所言不虚啊，这威力比秦宗权的鬼力魔要强到多了。只是没有那呛人的毒烟和扑不灭的鬼火。你懂个屁！殿下是仁义之君，岂能用那些恶毒的伎俩？你们看见没？贼兵的盾牌都被炸碎了。这是谁家的儿子？又是谁的丈夫？若不是世道混乱，何至于此？后退者死，继续攻山！神气离都炸不退，黄仙朝的士兵真不要命了。不是不要命，是前后都没有活路。神甲离不能全耗在这里，先停手。抬水过来。殿下，抬水做什么？全部泼到山道上。喂，你们别打我们了，去攻打陈州城吧！景山你们攻不上来。别直高兴，黄仙朝不会就这么退的。神强压榨不退，结冰山道也拦不住。黄仙朝为什么非要拿下景山？陈州城就在旁边，黄仙朝为什么偏偏盯死景山？黄仙朝如此拼命攻山，必定是听到了什么消息。找一个还能说话的活口，带上来问清楚。别杀我，我什么都说。想活命，就把黄仙朝为什么攻山说清楚。陈州城就在旁边，你们为什么非要攻打景山？前2天，我们抓到了一个细皮嫩肉的道士。那个道士说了什么？只要大王不杀那个道士，那个道士就把景山的秘密说出来。景山有什么秘密？那个道士说，景山上有宋王的3万两黄金、10万两银子，还有足够大军吃上1年的粮食。胡说！景山哪来这么多粮食和金银？那个道士还说，那个道士知道上山的路，愿意亲自给大王。那个道士还说什么了？那个道士还说，快说！快说！都散开，守好隘口。殿下，这个伤兵抬进我的大帐，我亲自审问。说吧，那小子还说啥了？
你是？你别管我是谁，只要你说实话，我会留你这条命的，不但救你，还给你饭吃。那个道士说让我们赶紧过来拿，再晚一步将就要落在那契丹人的手里了。契丹人的手里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小的也不清楚，好像是宋王想跟契丹借兵，趁着中原大乱，让契丹人帮着宋王夺取皇位，然后二分天下。继续说。我有个表兄给大王当侍卫，表兄听那个道士说，契丹人给宋王提供金银，让宋王在陈州购置军粮和军械。陈州就是契丹兵南下的粮仓和中转站，契丹那边有金有银，就是不怎么产粮。还有呢？仔细想想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别着急，有的是，够你吃的。大王，您是哪一位啊？看您这穿着，您也是个王爷吧？刚才听他们管您叫殿下。这不重要，只要你把知道的都讲出来，我养你一辈子。那个道士还说，景山防守空虚，根本没多人。宋王跟契丹人的交易必须低调，不能走漏风声。那个家伙讲没讲？宋王现在在哪里？宋王养了很多道士，那些细作和间谍，在各地带官府和藩镇的军情民情，探到的消息都会汇报给契丹光子阿史那撒毕。你说啥？汇报给契丹阿史那撒毕啊！现在宋王就跟那个王子在一起，聚在什么什么地方，小的也不知道。阿史那撒毕，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不一样？那个道士还说，宋王和契丹王子的关系可好了。宋王喜欢狩猎，契丹王子专门从黑水泊围弄了老虎，送给熊宋王射杀取乐。宋王还要把燕云契丹王子购，将连晋地和齐六州和齐地全都送给契丹。这个真宋王真成了宋国土的宋王。野熊、老虎、金银、粮食和弓弩都不可能从一线天运上来，景山一定还有别的通道。你知道的这些，是不是下面的人都知道？知道的人并不多，小的是因为有个侍卫表兄，才比别人多知道一些。您问小的，算是问对人了。王爷，您到底是哪个王啊？我就是宋王。别怕，我是宋王不假，但那个道士说的都是假的。我作为汉家男儿，大前皇室子孙，焉能出卖国土给胡人？那不是痴人说梦，滑天下之大稽吗？殿下，我就说嘛，您不能干那种事儿。让军医官过来，给这个伤兵疗伤。得令。这哪里是在打仗，分明是在屠杀！不要射箭了，让他们上来！殿下，您这是……放他们上来，隘口可就危险了。把所有的馒头、饼子全都拿到这边来，摆上一张张桌子。先冲上来的，缴了他们的武器，让他们去吃饭。啊！让攻山的贼兵吃饭？对，馒头比神奇螺更厉害。你们等会儿再吃，先紧着他们吃。是。殿下，真能靠这些馒头退敌？等第一批人吃上，山下的人自然会知道该怎么选。放下兵器，过去吃饭。我小心，别杀我！有吃的，真有吃的！放下兵器就有饭吃，山上有饭吃。殿下，真让您说中了，馒头果然比神仙螺更厉害。这些人不是想打仗，只是想活下去。怎么这次攻山这么顺利？将军，上山的人越来越多，没有一个被打下来。看来那个道士没有说谎，景山上果然没有多少守军，继续增兵，一口气拿下景山。继续增兵，一口气拿下景山。给我一个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。武器桥，排好队，每个人都有。景山已经攻下来了，山下的弟兄快上来！上面没有多少守军，都快上山！殿下，这恐有不妥吧？如何不妥？末将倒不是心疼军粮，只是起义军吃完以后翻脸不认人怎么办？这几十万人都上来了，真跟咱们拼命，咱们招架起来也费劲啊！他们为啥要跟咱们拼命？这些贼人从南到北一路抢夺而来，他们吃咱们的饭，也不一定领咱们的情啊！行了，不要聒噪了，孤王心里有数。这些人造反，不过是为了求一条活路。谁能让这些人活下去，这些人就跟谁走。
弟兄们，谁给你们的饭吃？是不是宋王殿下？对，就是宋王给你们的饭吃，而且不是管你们一顿饭，是顿顿管。此话当真？宋王真的愿意顿顿管我们吗？那是自然，只要你们愿意跟着宋王，宋王顿顿管你们饭吃。宋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坏了，不敢见早啊！宋王给我们粮吃，是要让我们跟着契丹人一起推翻朝廷吗？是不是宋王许诺把半壁江山都给契丹人了？殿下让你去中军讨讨。山下还有10几万人没有上来，你们现在一喊，黄仙床的首领很快就会察觉不对。末将只想着收拢人心，没想到会坏了殿下的安排。先把那个道士的身份说清楚。那个道士是契丹人的奸细，根本不是孤王的人。再告诉那些百姓，孤王不但管饭，还会给他们田地、农具、耕牛和住处。头5年不纳税，以后也是30取1，每都要说清楚。末将明白。弟兄们，我知道你们抓住了一个自称宋王属下的道士，那个人是契丹人的奸细，根本不是宋王的人。宋王是咱们汉家的王爷，怎么可能把江山割让给契丹人呢？父老乡亲们，宋王不但管你们饭吃，还给你们地种。没有农具，宋王给你们农具；没有耕牛，宋王给你们耕牛；没有房子，咱们一起盖房子；没有媳妇儿，宋王还负责给你们找媳妇儿。而且宋王说了，头5年不纳你们的税，即使纳税也是30取1。真的吗？真的！万岁！宋王万岁！那个道士必须抓住，只有抓住那个道士，才能查清契丹人在中原到底还有多少布置。山下的首领已经察觉不对了。这哪里是在攻山，分明是在给宋王送兵！立刻停止攻山！再有敢往山上跑的人，格杀勿论！弟兄们，别再给那个吃人魔王卖命了，上山来吧，山上有馒头吃，热气腾腾的大馒头，还有凤梨。宋王管我们饭，管我们一辈子，还给我们找媳妇儿，快上山来吧！这些首领宁肯让部下饿死，也不肯放过他们。这位将军，我们毕竟攻破了那么多州县，杀了那么多官员，宋王会原谅我们吗？是啊，我们也想当良民百姓，实在是活不下去才造反的。诸位稍安勿躁，殿下会亲自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殿下，不好了，仙宫那边出事了。殿下，不好了，仙宫那边出事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之前在柜子里面发现的那个女的跑了。跑了？她跑的时候还把胡张氏给打晕了。还有谁受伤了？没有其他人了，姐妹们正在四处找她。这可真是个白眼狼啊！那胡张氏对她可好可好了，跟伺候祖宗一样伺候她。而且那女的根本没瞎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她逃跑的时候，屋子里的花瓶桌椅都是整整齐齐的。本来我们还以为她在里面睡觉呢，直到好长时间不见胡张氏来给她取晚饭才发现的。殿下，我怀疑这山上不止一线天一个通道，肯定还有其他下山的路。爱妃，你且先回去，带着姐妹们仔细盘查，看看那个通道在哪里。你这么聪明，一定能找到的。我们一定可以的。好，你们先去找，我随后过去。好的。兄弟们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什么叫有罪？宋王问：什么是有罪？抢人财物者有罪，杀人越货者有罪，不孝顺父母者有罪。刚才有人说抢东西有罪，就在今年蒲城闹饥荒，一个饼子已经卖到了50万钱。
有人去抢了这个饼子，他有罪还是没罪？当然有罪了，那饼子不属于他，他吃不起可以别吃。错了，50万钱一个饼子啊，这谁能吃得起？难道我们就该活活被饿死？我们就不是爹生娘养的吗？一个人如果因为钱犯罪，那是他这个人有罪；一个人如果为了吃的犯罪，那是这个世界有罪，这个朝廷有罪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。朝中宦官弄权，乌烟瘴气，权贵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，老百姓连树皮都吃不上。各级官吏对百姓敲骨吸髓，税都已经皱到了50年后的孙子辈。干1年打的粮还不够交税的，这样的日子怎么活？这样的王八蛋朝廷，这样的王八蛋皇帝，还有什么资格管理天下？殿下，带着我们推翻朝廷吧，我们拥立你做皇帝。这天下本就是有德者居之，只有殿下才配做我们的皇帝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我们不但要取天下，更要抵御外族的入侵，不能让胡人把咱们老少爷们吃饭的地儿都给占去了。祖宗留下的土地，是我们宝贵的生存空间。我向大家许诺，只要给我1年的时间，我让你们家家户户顿顿大米白面，每户人家的锅里都能有一只鸡。万岁！万岁！殿下，严姑娘，严姑娘，严姑娘怎么了？她也失踪了。殿下，严姑娘她失踪了。那发现通道了没？没有，姐妹们还在找。殿下，您这边忙完了吗？忙完了，走，回去吧。盯紧两边的人，今夜绝不能生乱。殿下放心，末将会守好这里。杨家军和起义军只靠一顿馒头合在一起，军心形成真正合。若不先统一想法，今晚就可能发生对立和哗变。快些！严无双肯定发现了贵中女子的踪迹。严姑娘腿脚不方便，可别出什么事儿啊！宋大人，此贼女甚是歹毒，她根本就不是咱们中土人。此话怎讲？我伺候她齐爽身子，她一直遮遮掩掩的。我发现她后背上有刺青，是一只苍狼的头。她分明就是突厥人。以前我家那手子给突厥人治过伤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那种刺青。突厥人，我的天！她长这么漂亮，怎么可能是绝人？听她说话也听不出来啊。突厥王族姓阿史那，可契丹王族明明姓耶律。上宾口中的契丹王子阿史那撒币，果然有问题。殿下，我知道严姑娘在哪儿了。在哪儿？在后院温泉那里，你跟我来。殿下，这肯定是燕某姑娘的血。严姑娘应该是在追那个女人，情急之下伤口又裂开了。这么说来的话，严姑娘难道在这池子里？很有可能，说不定这个池子就是这座山的另一个通道。看不出来啊，我们那天在里面洗澡的时候，下面没啥通道呀。下面是活水，难道是在泉眼里面？咱们那天应该没往深处钻。小心！这是泉眼，后面果然还有通道。这里空间很大，还有风，肯定通往后界。严无双腿脚不便，在这种地方追人太危险了。完了，这里怎么会有老虎？被拴住了。这个头骨已经在老虎够不到的地方，他又是怎么死的？这里恐怕不止这一只老虎。只要铁链断开，我就彻底完了。只要铁链断开，我就彻底完了。殿下，殿下你在里面吗？殿下，殿下你在哪儿？殿下，没事，我在呢。
殿下，你受伤了。别哭了，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严姑娘把他逮住，已经押解回来了。走，出去再说。殿下，仙宫后院石壁上藏着一道单向暗门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，暗门只能从里面打开。机关也不在刚才的洞庭，而是在另一个洞庭里。温泉池底一共有几条通道？一共有3条，只有1条通向生门，剩下2条都是死门。所有死门的机关都在生门里面。突厥女子下水的时候，严姑娘立刻跟了进去，严无双独自追赶。严姑娘跟着突厥女子进入生门，找到机会抓住突厥女子，又把突厥女子押回了仙宫。殿下紧跟着跳进温泉，却误入了其中1条死门。你们怎么知道我进了死门？突厥女子刚被押回来，胡张氏把突厥女子的脸都抽肿了，突厥女子还是死活不开口。严姑娘说，殿下要是有个3长2短，就把突厥女子扔给山前的起义军。突厥女子这才害怕，在严姑娘监视下重新进入生门，把其他通道的机关全部打开了。温泉下有3条暗道，洞中还有大批军械，景山藏着的秘密远比我想象的更多。先回去，我要亲自拷问突厥女子。说，宋王这么多的粮食和军械从哪儿来的？宋王现在人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我就是宋王抓来的一个歌姬，供他玩乐的。放屁！歌姬还能知道这么多的机关通道？宋大人，你受伤了？不碍事。宋大人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害你的心，我就是想逃跑。逃跑了以后通风报信是吧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胡张氏啊，不用跟他废话了。你那个前夫，我记得好像是个皮匠，我瞅着女人细皮嫩肉的，倒是挺合适的。好嘞，你们要杀了我，我哥哥不会饶了你们的。我哥哥会把你们这群贱人全都杀光光！我哥哥会把你们这群贱人全都杀光光！你哥？你哥谁呀？我哥是契丹的王子，征南大元帅。哦，那你哥叫啥名字？我哥叫阿史那萨必。胡说八道！契丹王族姓叶律，突厥王族才姓阿史那。你拿我们当傻子呢是不是？宋大人，这丫头一个屁撒个谎，没一句老实话。一开始还跟咱们装疯卖傻，杀了她算了。不要！我说的是实话，我没骗人。我们兄妹原本是突厥王族，后来认了契丹王做义父。我哥哥是突厥的王子，我们被柔然灭国后，只能依附契丹。契丹王把我们兄妹收为了义子和义女。哦，突厥王族，原来是亡国的突厥王族，投靠契丹后借用了契丹王子的身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史那云。你父汉就是被割下脑袋传守长安的那个白眉可汗。柔然污蔑我父汗造反，灭我国，杀我父汗，还割下他的头颅，献给了你们的熹宗皇帝。你跟宋王又是什么关系？我是宋王的王妃。那宋王现在人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他跟我哥哥走了，说10日之内就回来，可一直没有音信。又在骗人！我没有，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这山里的钱、粮和军械又是怎么回事？全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自然是宋王够够的，东西从水路运来，山里还有地宫和隧道。一个落魄王爷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山里有金矿、玉矿和宝石矿，这里能挖出玛瑙、猫眼石，还有红蓝宝石。那这些东西你们都是从哪儿买的？各个藩镇、朝廷州府，还有大前的一些附属国。这么说，宋王跟朝廷官员和各地藩镇都很熟？宋王从不亲自出面，都是下面的人去谈的。
具体的细节我真不清楚，我就是一个看家门的。好一个看家门的！那景山上的人呢？怎么全都死光了？他们没控制好数量，把野兽放得太多了。宋王离开前，在景山留下了几百名护卫，大部分是突厥人，还有少量契丹人，都是我的族人。宋王为什么要在山上养那么多野兽？景山不能让外人靠近，野兽越多，外人就越不敢上山。宋王偶尔放出1、2只老虎、几只豹子，或者10几头狼，既能看山护院，也能供宋王狩猎。后来呢？宋王走后，那些护卫嫌一次只放几只野兽不过瘾，他们把圈养的野兽全放了出来，全放出来了。20多头老虎，10几头熊，数量不清的豹子，还有上百头狼。那些护卫以为自己能把野兽一头头猎回来，可野兽比他们想象中聪明，尤其是狼群，他们会相互配合，还会故意把护卫引出营地。护卫们出去猎熊的那一晚，狼群突然袭击了营地，70、80个睡着的护卫，一夜之间全被狼群咬死了。剩下的护卫呢？我不知道，他们是被野兽杀光了，还是从其他通道逃走了，我都不知道。等宋大人上山时，景山只剩下1头吃人的老虎，一头独眼人熊，还有躲在柜子里的我。数量这么多，阿史那林说只剩2头活着，未必可信。